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查理斯木。今天美股突然变脸，科技股全线重挫，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暴跌4%，市场情绪再度急转直下。但更危险的是，随着美伊冲突长期化，石油价格全面失控，能源 CPI 年化率飙升到63.3%，4月份整体 CPI 更是冲上7.1%，创下近年来的历史新高。那么问题来了，标普500指数刚刚创下7428点的历史新高，现在会不会正式进入了回调周期？我们到底应该减仓止盈，落袋为安，还是趁恐慌抄底，等待下一波的反弹？另外，热门医疗平台 HIMSS 财报后单日暴跌12%，是不是泡沫破裂的开始呢？而医疗科技龙头 ISRG、金融科技黑马 SoFi 近期也持续阴跌，股价都逼近1年内的最低点。现在到底是风险还是机会？这一期节目让我们全面拆解美股接下来的方向。这是美国股市5月12号的盘面，可以看到，在市值排名前20的头部公司中，半导体板块的跌幅最重，其中博通下跌3%，美光大跌7%，英特尔闪崩10%。看到这里，很多朋友就按捺不住抄底的冲动，想再买芯片股，博它一个再创新高。查理想说一声且慢，还可以再等等，蹲它一个更便宜的价位，因为回调还远没有结束。这是费城半导体指数的月线图，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SOX 已经回撤到了11378点，但仍然距离它的20日均线10453点有高达8%的下跌空间。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半导体指数刚好在10450点附近有一个比较弱的支撑区域，接下来几周有非常大的机会看到 XOX 回踩这个支撑。所以我们现在完全不用急着抄底，还可以再等等。而美股大盘标普500指数的情况也有点像，只是没有那么极端哈。标普在71090点附近，也是它的20日均线所在位置，有一个颈部区域。那从现在的7346点回踩7190点，也要回调个2%左右，相当的正常。更关键的是，截止到5月12日，华尔街机构和散户投资者的持股比例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5月1日开始，机构居然还在疯狂的加仓追高半导体，导致他们的仓位已经现在接近饱和，高达93%的重仓比例，妥妥的历史最高水位。而散户很明显很克制，从84%的仓位略微降低到了80%。更关键的是，此前推动标普500指数创下近期高点的系统性买入潮正在减弱。根据美国银行等主流机构的报告，有2000亿美元的系统性多头头寸已经基本完成了补仓，焦点已经转向下行风险。在市场回撤的情况下，模型预测 CTA 可能会在未来1周之内抛售500亿至700亿美元的股票，以应对趋势的反转。那么，除了技术面的短期走势之外，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也受到了中东冲突长期化导致的能源通膨的影响。实际上，这才是引发美股回调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到，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增长3.8%，大幅高于之前的3.3%。而由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美国的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8.4%，导致能源指数在过去的12个月上涨了17.9%。而由于通胀数据显著高于预期，目前市场早就不认为美联储在接下来1年之内有任何的降息空间。可以看到，从现在起一直到2027年的9月中旬，美联储降息的概率都不到10%。而反过来呢，到了今年年底，市场反而开始计价美联储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超过30%。美联储如果真的加息，对于风险资产的价格绝对有巨大的下行压力。此外，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即将接替鲍威尔掌管美联储，而沃什一向以偏鹰派的态度著称。当市场开始计价通膨升温，美联储由鸽转鹰的同时，10年期美债殖利率也在昨天
悄然突破了4.45%，创下了近半年来的新高。CI 系统认为，结合现有的技术面情况以及美国的经济数据，大概率我们能够看到标普纳指接下来有回撤修正的行情。那至于是上车的好机会，还是又像今年3月那样来一波10%或者更大的回撤，就取决于川普政府和伊朗的谈判到底啥时候能够取得实际的突破。而霍布兹海峡一日不解封，这个灰犀牛就慢慢的向美股走来，让市场有点不安。但是无论哪种情况，现阶段我们最好还是积攒超短债弹药，别盲目抄底，不然买贵了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的。好，聊完美股大盘，我们来关注一下个股的情况。5月11日，线上医药销售平台 Hims 公司发布了最新的财报，它的营收和每股收益 EPS 都低于市场预期，导致 Hims 股价单日大跌14%。Hims 第一季度净亏损高达9210万美元，折合每股亏损0.4美元。但是分析师此前预期的是每股盈利0.04美元。它的营收6.08亿美元，虽然同比增长4%，但远低于市场预期的6.17亿美元。Hims 股价下跌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其从复合减肥药向品牌药销售的转型。我们在2月份的节目中有详细的介绍，之前 Hims 仿制诺和诺德的原研药司美格鲁肽，成本极低且利润丰厚。但是随着 MVO 起诉 Hims 侵犯了他的专利权，迫使 Hims 与 MVO 里来达成合作协议。现在 Hims 只能作为经销商卖 MVO 的原研药减肥产品，这就迫使 Hims 的利润空间大幅度被压缩。此外，亚马逊通过 One Medical 平台深入进军体重管理药品领域，加剧了市场对 Hims 用户流失的担忧。这是 Hims 股票的 K 线图，可以看到，它现在的价格回撤到了25美元，距离200日均线，也就是图中这条红色曲线的位置36.4美元，还有高达30%的距离，妥妥的处在熊市下跌周期当中。但是好消息是，Hims 在2月的大跌之中完成了筑底，而在最近的2个月，它的股价有一波连续的反弹，使得它的20日、50日均线完成了反转。现在的趋势还在上涨。那总的来说，Hims 股票应该已经触底了，但接下来应该是低位横盘震荡的时间。只有通过时间的等待，市场可以看看接下来公司的业绩和指引能不能再提升，算是一波还不错的低位布局的机会。CI 系统认为，如果您已经持有 Hims 的股票，那么继续坐稳扶好，未来它的上涨空间还是很不错的，但不宜现在加仓，因为大盘如果从高位往下回调，包括 Hims 在内的高波动股票，下跌的力度可能会非常大。今年它的 EPS 增速下滑为负的82.4%，但是到了2027年，分析师预测 Hims 的 EPS 能够有一个强力的反弹，高达511%的高增长。如果您对投资 Hims 感兴趣，那可以考虑在20美元以下出现了止跌形态之后建仓抄底 Hims，但最好把它的仓位控制在总资金的3%以内，以此来规避账户波动过大的风险。毫无疑问，在200日均线以下抄底 Hims 还是妥妥的左侧交易，大家要控制好资金哦。和 Hims 有点同病相怜的是手术机器人系统的制造商 ISRG。就在昨天，ISRG 股价触及了420美元的52周最低点，主要是由于监管挫折、估值担忧以及宏观经济不利因素共同导致。FDA 美国药监局针对达芬奇手术系统使用的弯曲头钉合器发布了安全警示。有关病人受伤的报告导致了 FDA 召回建议，也引发了市场对潜在法律责任以及医院采用速度放缓的担忧。包括 Truist、惠誉和 Evercore 等多家大型机构近期纷纷下调了目标价。分析师认为，短期利润率压力以及医院资本支出对该公司的影响令人担忧。要知道，ISRG 的 PE 估值一直很高，现在也有52倍的高市盈率。然而，在利率上升的大背景下
，ISRG 的高溢价估值可能会被进一步的压缩。这是 ISRG 的 K 线图，可以看到它的股价呈现空头排列的下跌姿态，20、50、100日和200日均线都扭头向下走。现在贸然买入其实并不明智，因为 ISRG 可能还会继续阴跌震荡在低位筑底，我们至少需要等几周的时间才可能看到 ISRG 的底部完成。CI 系统认为，考虑到 ISRG 的 EPS 增速这2年都只有15%左右，如果我们以30倍到40倍 PE 估值来测算，它在今年的合理估值区间在$311到$415之间。好巧不巧的是，ASRG 的下一个强支撑就在$415，因此我们确实可以在这个价位先埋伏20%的计划内资金，留一个底仓。然而，考虑到 ISRG 现在的 ADX 动量因子仍然处于强烈的下降趋势当中，现在就贸然抄底等于接飞刀，我们切不可贸然把所有的资金立刻打光。查理如果买 ISRG 股票，会预留一部分弹药在$400附近，如果有止跌形态，再把剩下的仓位加进去。从长期来看，ISRG 绝对是非常优质的投资标的，只是它的复苏还需要几个季度的时间，和微软的情况有一点类似。好，聊完了 HIMSS 和 ISRG，我们最后看看金融科技公司 SoFi 的情况。可以看到，作为2025年的网红股，SoFi 在2026年也是表现不佳。过去半年，它的股价大跌了51%，接近1年之内的最低点。那么，SoFi 又是啥情况呢？其实啊，打开4月底刚发的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来看，SoFi 的基本面并不差，营收首次突破了$11亿，EPS 每股收益达到$0.12，比市场预期的翻了1倍，甚至连会员数也涨到了1470万，这已经是连续3个季度保持35%以上的高增长。但问题在于，市场现在对 SoFi 的要求变高了。这次暴跌主要有2个导火索，第一是它的技术平台业务，虽然它的银行贷款做得很火，但是作为估值溢价核心的技术服务收入却同比下滑27%，主要因为大客户 Chime 的离场，这让投资者担心 SoFi 到底是一家高增长金融科技公司，还是一家传统银行呢？第二是前瞻指引不够硬，虽然第一季度赚的很多，但是管理层并没有上调全年的业绩预期。在2026年这种宏观经济环境下，投资者非常敏感，没看到指引上调，大家就先跑为敬。不过啊，大家也别着急一棒子打死收反，有个积极的信号值得关注。他的 CEO Anthony Noto 刚在5月11号又自掏腰包花了快$25万进场抄底 SoFi，他的买入价就在$16附近，这已经是他今年以来第 N 次增持股票。所以 SoFi 现在的估值就是业绩在向左走，持续盈利，股价却在向右走，杀估值。那到底这个$16的老板成本位能不能守住？咱们得紧盯它的技术平台业务修复进度了。很明显，对于 SoFi 的股票，它也是一个下跌后尝试筑底的走势。好消息是，SoFi 接下来再被杀估值的空间其实已经很小，因为它的20日、50日均线开始由下跌趋势逐渐走平，这是尝试筑底的积极信号。当然，SoFi 离下一个大爆发还很遥远，但是提前在低位埋伏也不失为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 SoFi 股票，CI 投资系统给出的是黄色持有信号，建议在$16以下开始分批建仓。如果大盘接下来因为通胀再起而回调，那么 SoFi 股票下跌到$14也是有可能的，届时还可以再把仓位加上去。总的来说，SoFi 的 EPS 增速在今年和2027年都有30%以上的高增长，还是相当不错的。查理对于 SoFi 股票最终的反转还是抱有期待。虽然2026年市场的主题切换成了 AI 硬件和芯片，但保不齐到了2027年，主题再次被切换，又变成了 AI 受益者的叙事。而到了那个时候，SoFi 因为它的 AI 加互联网金融的特质，再配合它高速增长的 EPS 故事，一定可以再度大放异彩。现在只是它的蛰伏期而已，朋友们还需要保持耐心。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5月13日，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
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和上期节目一样，系统建议把股票部位的比重维持在75%，把超短债的比例控制在10%，剩下15%的仓位可以分配给黄金和比特币 ETF，做通胀的对冲。在指数层面，标普500、纳斯达克100、科技指数都高于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而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老灯股，分别是波音、IBM 和 Home Depot，他们的买点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情况，可以看到最近的一个星期，我们的账户依然相当的稳定，总价值还是在96.6万美元左右。最近我们没有新的交易，还是以微软、科技指数 IYW 等科技股为主，配合持有比特币 ETF、国防军工板块 XAR、英伟达的股票等等。然而，查理可以预见，在接下来几周，如果市场出现了由牛转熊的信号，我会和 CI 投资会员朋友们一起止盈部分股票仓位，转而买入防守型的资产配置。对，就像今年3月初那样。截止到今天，涨得最好的股票分别是量子计算 ETF QTUM、罗素1000科技指数 IYW、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以及亚马逊，都有超过18%的利润。而表现相对弱势的是通讯巨头 Meta 以及云服务巨头微软，都略有2%到3%的跌幅。目前我们的投资组合还是处于非常平衡的状态，没有加杠杆，也没有大量的现金储备。依然在牛市中稳健持有。和往常一样，未来 C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市场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你想第一时间得到 CI 投资组合的全部信息，可以加入查理的 YouTube 频道或者 Patreon 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CI 投资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穆今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 YouTube 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你认为标普500指数能够回调到什么位置？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投资顺利，操盘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